周楚除三害，大陆那边的人民当作是社会写实纪录片，想要了解台湾人在想一些什么东西。台湾是民不聊生的地方，是很糟糕的地方啊。安否说，其实台湾就是香港罪犯的天堂。当初那个香港那群要犯，通通都跑来台湾了。他虽然是用一个虚构的故事跟一个人，可是问题是很多案件其实都曾经发生过，只是套了一个适合台湾一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有人说他的陈桂林的版本是所谓的刘焕荣，他唯一可以对应上打的是坏人，而不是好人。他连英雄都不是，也没有人因为他杀了那些黑道分子把他当英雄。包含里面还有一个小男孩吐黑水，这不是讲现在台湾的食安吗？吃不死人啊！那个里面牵扯到的宗教跟政治的挂钩，还有黑帮这些东西，点出整个几个台湾社会从以前到现在完全没有变。台湾的社会其实没有什么多大的进步。如果习近平不小心看错，然后一边发出周楚三害片中的邪教，就是讽刺他和共产党，并预言他的集体灭亡。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周楚除三害，基本上讲，我还听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事，大家没想到说，大陆爆火车，你会觉得跟金门案有点关系，因为时间点差不多，然后就莫名其妙就爆起来了。然后我就听到是一般民众的看法，所以请那个历史哥先开第一张图哦。周楚除三害，先跟大家讲，去年票房非常的烂，你知道吧？烂到谷底了。跟大家讲，他去年的票房是10月6号上映。可是问题是，他到11月25号金马奖的时候，那个奖都只有拿到最佳动作戏。就大陆那边的人民想要了解台湾人在想一些什么东西。就是我听到一个版本最有趣的浓缩，就是这个东西他把台湾当作是社会写实纪录片。这个作者也不是，他虽然是用一个虚构的故事跟一个人，可是问题是很多案件其实都曾经发生过。欢迎台湾同胞，就是说我们两岸还是要和和气气啊，艺人还是欢迎大家来做两岸的那个文艺交流嘛。所以苦苓这篇文章就出来了嘛。如果习近平不小心看错，然后一定会发出片中的邪教就是讽刺他和共产党，并预言他的集体灭亡。如果我们把字换成蔡英文政府或是赖清德政府，如果他可能周楚除三害，就会发现片中的邪教就是讽刺他和民进党。我是觉得苦苓写这个话，有时候好像是不是，好像换到任何一个人，包含换美国的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我看好像都差不多嘛。因为他们现在那种民主选举，其实他们更像邪教选举嘛。搞不好听说周楚除三害他在美国可能因为片名的关系，它英文片名是它里面讲了3种动物，所以可能票房不是很好。搞不好有些美国人如果受不了那个他们那个民主选举就乱七八糟的话，搞不好可以去看周楚除三害，他们就可以看这个好像是他们的照妖镜，就对。然后还有另外一种言论，就是说怎么讲？因为他们现在很紧张嘛，然后就变成说他这个文章，我觉得还是在稳住国内所谓的抗中保台。因为周楚除三害这一片，我个人认为，在台湾那么糟糕的原因来讲的话，其实都跟抗中保台的民进党的对内宣传有很大的关系嘛。你看这个是大纪元的，它里面的文章比较完整。然后我后来去查，他说因为什么大陆会喜欢周楚除三害呢？因为第一个，他是大陆《世说新语》里面的，然后男主角叫陈桂林，非常的中国，然后这点大陆很喜欢，所以他就。对啊，然后又说什么台湾是民不聊生的地方，是很糟糕的地方啊。他们甚至有人看到这个算不算鲁台片就对了。然后最后还讲一个说什么，最后还是要黑中国嘛，说啊，因为中国这几年经济不好啊，然后对言论管控越来越严格啊，所以很多生活越来越压抑有关。大陆春节的票房是很惊人的，甚至一开始还有人说，你看那个周楚除三害还可以卖赢那个贾玲的那个什么热辣滚烫励志片。这边就有提到说，为什么当初在台湾卖那么差，而且金马奖算有7个提名哦。其实它这部片子的整体完整性还不错，而且用了一些新技术。可是问题是，最后这个动作戏还就是有得奖。然后他说，就是因为片名害了这部片，就是台湾就去中国化嘛。现在台湾谁还知道周楚除三害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还不如讲说 manga 续集，就是 manga 中的那个阮经天的角色没有死，他其实在周楚除三害这个片名活下来，应该叫 manga 2好了。因为一开始他就是那个就是更有爆点嘛，对不对？因为一开始就是跟黑帮有关嘛，然后结束也是那种黑道枪击嘛，最后也是励志片嘛，因为。那个阮经天那个角色最后跟 manga 还是一样，他还是死了嘛，他是被枪决的嘛。
周楚除三害不是10月6号上映有没有？10月1号其实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阮经天是有在所谓的参加大陆国庆的黑名单里面就对了，就台独分子的黑名单里面就对了。可是2021年的时候，他不是还有去？对，所以我是跟你讲，现在基本上来讲的话，那个民进党他已经开始在做分类了，他就去贬低这些舔共的人。然后，譬如像阮经天这一种，就是你参加大陆国际就是政治不正确就对了。他说：“你看伍佰啊，还有一些艺人啊，他们不用舔共，他们也在大陆赚了很多钱啊。所以说是说这些人没骨气啊。那你如果要这样搞的话来讲的话，那我是觉得周楚除三害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阮经天这个标签嘛。那我当然可以过度解读啊。”因为大陆愿意卖这个片子把它抬那么高的原因，就是因为阮经天政治正确嘛。大陆片商买这片来讲的话都不看好这一片，不然的话他怎么会用$20万买断这一片，比网飞还低？我觉得就是跟王心凌一样是个意外吧。对，其实真的是一个意外。可是问题是，我后来有去看民间的人，他们那么好奇的原因是因为大陆现在因为整个他要面对整个两岸情势的紧张，有没有？他很多东西就是把照妖镜整个照在台湾身上，就对。就他虽然一方面讲两岸一家亲还是和平统一，可是问题是，他对于台独分子跟老百姓的这种对大陆敌意的这种来讲，他也不藏了。所以反而是很多人就是很想去搞清楚，说台湾人到底我们要不要到底还要不要对他好好的？我们到底要不要去修理国台办？他们其实看过这部片以后，还说就这部片已经浓缩了台湾这几年的新闻。他有一个人是用一个东西形容，就是说中华民国其实就是继承了旧中国的那些糟粕。这一部片子其实就是完全，他们说是香港 B 级片在台湾市场的胜利。其实实际上来讲的话，它只是香港 B 级片来讲，香港 B 级片的主事业是谁？就是美国片嘛，美国片的那个司法正义有没有？美国这个东西的好莱坞公司来讲，会都完全都有了嘛？周楚除三害只是套了一个适合台湾一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后来有人说他的陈桂林的那版本是所谓的刘焕荣，我觉得这些名嘴可能就是因为红了之后想要发表一些意见，然后就硬凹硬弄了。其实他跟刘焕荣一点案子关系都没有，因为刘焕荣他不是为了要出名才去杀那些黑道人士。刘焕荣如果要接打手的 case， 打掉黑帮为主，他唯一可以对应上的就是说打的是坏人而不是好人。他本身就是拿钱办事的那个部分而已嘛。他在日本还有在其他地方还因为绑架案件才被抓，所以他连英雄都不是，也没有人因为他杀了那些黑道分子把他当英雄崇拜，反而是他点出整个几个台湾社会从以前到现在完全没有变，那个里面牵扯到的宗教跟政治的挂钩，还有黑帮这些东西。其实早在有一片黑金，就是你没看到。其实你如果从那个情义之西西里岛一直到这一片的那周楚除三害，有没有？台湾的社会其实没有什么多大进步。这一些事情来讲的话，都已经变成我们的日常。你看里面第2名那个香港仔来讲的话，安讽说，其实台湾就是香港罪犯的天堂嘛。不能说这个是错的啊。当初那个香港那群要犯，通通都跑来台湾了。有时候讲到台湾一些社会内部的时候来讲的话，这几年其实大家都会批那个邪教。有没有？可是问题也不敢批得太大力。比如像慈济算邪教嘛，那也不是，只是他在财务方面是比较严谨的那个分级制度而已嘛，他也不算邪教嘛。可是问题是，大家对于宗教这几年其实反应都不是很好嘛。其实它里面反映了台湾很多事情。我个人解读会觉得说，那个陈桂林后来不是因为吐黑水那个事情有没有？包含里面还有一个小男孩吐黑水有没有？这不是讲现在台湾的食安嘛，吃不死人呐、然后反而那医药公司可以赚很多钱，还暗讽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官商勾结这些民主邪教，基本上背后就有医药啊什么东西的。然后我觉得最讽刺一点是说，很多人认为说大陆是觉得说看最后陈桂林在爆头，可是因为大陆后来有那个修剪的关系，有没有把那个最后就是开枪处决这个部分全部都马赛克还是剪掉，就是把那个大屠杀弄出来。台湾这边反而是有，我们的言论自由只剩下就是说可以骂总统，然后拍这一种看到主角就是施行正义，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实看不到正义就对了。在 YT 上面贴有一个那个什么师傅的那一个人在台上跳那个紫衣神教有没有？对，你们选举那个造势场合啊，也像邪教一样。所以说我看周楚除三害来讲话，已经不是爽文片就对了。跟大陆所谓他拍的短视频那些爽文来讲话，大陆的短视频是很魔幻，现实是不可能发生的，纯粹就是看送
可是台湾的那个部分来讲是说怎么样？是真的赤裸裸的去反，他只是把很多的那个东西浓缩在一起，包含邪教历史，还记得那时候有个日月民公教有没有？妈妈把国中生不受管教送去宗教处理，最后被活活打死。周子十三号也出现这些事情，然后最后男主角拿枪到处爆头的事情，这几年我们看到那个黑帮有没有？像台北市那时候峨眉街停车场那个所谓的黑帮火拼那个私自处刑有没有？这些东西都有案例可循啊。其实香港导演根本不用再去虚构各种故事，他只要把台湾社会新闻这几年发生的剪一遍，很多东西都可以拍出让大家很有感受。所以当大陆同学说我看的是台湾社会写实片的时候来讲，我真的没办法反驳他，你知道吗？我只是说没有那么频繁啦，10几年的社会矛盾造成的。那他也知道说为什么台湾人在这种高度的压力的东西来讲话，那为什么会支持民进党，他也能理解的，因为他们只是把每一个媒体造出来的人来讲话当成救世主来拜，就算他是伪神那就算了，抖掉一个民进党，反正再来一个民众党，民众如果哪年不行的话，再来一个叉叉叉。他看完以后是跟我觉得说，他终于知道台湾人的环境到底是长成什么样子，我也是有点苦笑无言以对。